在雅典待了10天，又上游轮了。但是我们两个相比起来，还是更喜欢游轮旅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夏天的，你等于随身带着酒店在旅行，你不用自己收行李，也不赶路，每天睡一觉就到了新地方。对游轮无感的人，真的可以试一下那个在欧洲的旅行，试一下游轮旅行，真的我觉得挺不错的。又到了熟悉的雅典码头，之前我们在这里登船过，所以感觉这个场景很熟悉。你看着check in的队伍长长的，其实整个过程最多10分钟就完成的。比较起来哈，我觉得从欧洲登船的，我觉得相对来说哈，年轻人比较多。然后从美国登美国的港口上船的呢，就是老年人比较多，残疾人比较多，胖一点的人比较多。The ID to go on and off your ship without your passport, okay? 安检的程序和check in的程序总共花了5-6分钟，我们就登船啦。这艘船的名字叫做 Majestic，中文翻译成盛世公主号。它是由意大利的一家公司制造的，2017年3月交付使用的。这艘船可容纳3560名乘客，提供各种功能，包括独特的餐饮选择，有中国主题的餐厅和仅限成年人的好莱坞泳池俱乐部。很开心马上可以登船啦，因为我们在岸上待了几天，其实觉得有点累，我们两个都想在游轮的房间上 relax 一下。上了游轮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自己的房间。嗨，大部分人的行李已经陆陆续续送到房间门口了。好了，找到房间啦。Here。因为是2017年的赤星船，所以我觉得哈，比我们上次在挪威冰岛坐的那艘游轮要新一点，更干净一些，看起来感觉哈更明亮一些。同样的阳台房，大概布局也差不多，感觉哈也是有一个吧台，然后这里有一张写字台，你可以坐这里，有时候我坐这里会坐这里看一下那个什么视频啊或者什么的。这个是一张那个什么双人床，然后一部电视机，这一个吧台，然后这里是阳台。阳台我们其实很少用，但是呢有一个阳台呢总是自己感觉好一点嘛，但是其实我很少用的，白天我们基本上都在外面活动嘛。然后这里有一个衣帽间，这2个大的行李箱够放下的，其实因为平常我们2个行李箱都放这里，然后衣服也可以挂这里，然后这里有个保险柜，保险柜我们把护照、钱包会一定放在这个保险柜里面的，平常不带出去的，基本上都是用电话付钱。然后这里有个洗手间，这个洗手间它这个因为是比较新的船，我觉得比旧船好一点，虽然面积是差不多的，但它这个架子哈放东西那个架子我放上去觉得大了很多。不知道这艘船是不是经常在亚洲航行的原因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公主游轮上有那个什么，到处都有中文的标志，就所有的那个什么标志啊，不管餐厅还是什么，都是有中英文的标志。到自助餐厅来转一转，这个自助餐我们很喜欢，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家。自助餐收费来说哈，之前我也做过类似的这种公主号的，就它的那个自助餐呢，不是像那个什么，不管是那个新船还是旧船，很多它就集中在中央一个地方，那个自助餐就每次很挤，这个就不会，这个就是你看它的布局就很好，它是2边都有的，你看没有，2边长长的过道，全部是自助餐，它就不会很挤哈，你哪怕2边都有人不会很挤，它大部分就在中央一个岛上，那个我不是很喜欢，这个我很喜欢。然后它中间也有那个过道上也有自助餐，就特别宽，特别干净明亮。
就第一天的感受特别好。然后我和我老公整艘船看下来哈，就这艘叫盛世公主号，还有那个什么 Discovery， 我们两个比较喜欢。其实那个太阳公主号那个新船新下水的我们不是很喜欢，还有那个10大 Princess 我们还没有坐过。你看它特别宽，特别明亮。取餐区很好，就客人坐的这个区域也很好，宽敞明亮。然后颜色都是浅色的，就不管地毯呐，还是什么这种各种柱子啊，还有窗帘呐，都是浅色的，就看起整个餐厅就特别明亮，特别干净，不像有些旧船都是暗暗的。坐了这么多次公主号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上面有旅行社，有带队的，有带一个团队的那个旅行社。这是游轮上的那个收费餐厅 Crown Grill， 它还有中文的。这艘船上到底是那个赤心船哈，我其实挺喜欢赤心船，还有除了这一艘，还有一艘那个 Discovery 也赤心船，我也挺喜欢的。反倒那个扇我不是很喜欢。现在大家都在打卡，在这里打卡那个 Master Station。打卡。这个中庭我也很喜欢，非常的明亮、大气。而且这艘船上很多带娃旅行的家长，因为可能是暑假期间嘛，我觉得带娃的家庭真的可以体验一下那个什么地中海航线的游轮。暑假期间，我觉得真的很不错，找一艘比较新一点的船。赌场的区域也很大，比那个我们上次坐的那个 Emerald 大1倍都不止，非常的宽敞。有些赌场会很挤，这个很好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在上一次就是挪威冰岛那个游轮，虽然说那个船我不是很喜欢，但是我在那个赌场上是我坐了10多次公主游轮以来第一次没有输钱的一次旅行了。这是我老公最喜欢的钢琴吧，他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。Yeah, you like it? Of course. 游轮上的购物中心，你想买东西的话，最好最后几天来买，因为最后几天它会有折扣比较多。像不像一座小小的移动的城市？因为吃喝玩乐购物都有。而且它这艘船哈，它那个地毯的颜色设计的不一样，它是这个如果是单数的，它这个就是红地毯。像我的房间是双数的，它就是那个蓝色的地毯，这样我就不会搞混。我每次别的那个船上，我每次两边找房间，两边都是糊涂的。而且这个我的房间是在中间，我每次订的那个房间都在中间。现在行李送到了，你看我的双号就蓝地毯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。这艘船我们俩都很喜欢这种赤心船，这一艘跟那个 Discovery 我都是我们最喜欢的。夏季的4月到10月是最适合地中海航线的时节，阳光明媚，温度适宜，降雨量少，可以尽情的游泳、冲浪、晒太阳。地中海航线经停点多，航线内容丰富，我觉得绝对不会让你感到无聊的。比如我们这次选择的航线哈是11天，10个晚上的行程，只有2个晚上是 C day，其他的全部是在海上航行的日子，就是每天晚上航行，白天就到一个景点。然后在希腊的主要4个岛，米克若斯岛，卡塔科隆岛，克里特岛，罗德岛，还有我想要去的土耳其，马耳他。最后2站是意大利的 Naples 和罗马，这2个地方我去过多次，就不用下船了，我觉得也挺好。
很多朋友问我具体的航线哈，我就把这次地中海的航线，附到那个结尾号。我们是从希腊的雅典上船，到意大利的罗马结束。整个行程我把它贴出来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，谢谢。我们下次见。